我第一次见到叶伦义是在2018年的10月8号，那天我因为工作调动而进入到工程项目组，主要协助数据与策略分析，部门直接归 BOSS 指领，而他是组里子项目的负责人。在繁忙往来的人群中，我几乎一眼就盯住了他，银色短发，帅气精瘦，浑身有一种说不清的吸引我的气质。对，大概是一见钟情。不过最初我也并未对这情有多在乎，毕竟我这辈子还从未对一个人动过感情的念。直到我每遇见他，无论是食堂、路上还是在会议室，我的目光都会被他吸引。1天、2天、3天，渐渐累加起来，我几乎无可救药地想要接近他，认识他，了解他。然而初到项目组，没有相识的人，大家都在忙碌，我在一旁经常显得格格不入，很难融入。唯独每次想到他，我才会有一点点安心和努力的心情。本来戒掉1周，却因为工作原因延迟了1周。可是即将到了期限，我却发现我不愿意走了，因为他，也因为自己的工作有了显著的推进。最开始，我真的只敢远远遥望他，怯生生地看着他。后来，当内心的渴望一点点增长，我几乎控制不住我自己的行动。我开始慢慢地靠近他，甚至尽量站在他身边的地方，但他没有看过我一次，甚至他都不知道我是谁，我是干嘛的。就连我们第一次讲话，晚上6点，项目组休息，我们走出会议室，我跟在他身后，他和旁边的人说着话，突然他回头指着表和我说：“今天准时放饭 A。”怂如我傻傻地嗯了一句，就没有然后了，内心狂喜，表面却波澜不惊。类似的状况还有很多。有一次，他从工棚往外走，我看到他的帽子乱七八糟的，于是当他聊起帐篷的时候，我顺手帮他整理了帽子。他回头看了我一眼，想说谢谢，我却看都没看他，直接从他身边冷着脸过去了。这种时候我都怀疑自己到底是不是个傻子。我和叶伦义工作的交集非常有限，毕竟当时的我只是一个部门的小螺丝钉。我也不是每天都能见到他，但却经常从大 boss 那里听到关于他的事。他被骂时，我就会心生出一些疼，想护着他。我心心念念的叶先生为什么总是挨骂？之前有一次，我们即将收工，我到工程现场，叶伦义找 boss 商量第2天的工程计划， boss 就有点发火了。他说应该你们定计划，我直接来推动就行了，干嘛什么事都得我管着？越说火越大，直到听到很难听的话，我忽而起身离开了，真的听不下去，也不想看到涨红脸的他。回到宾馆， boss 又给子项目组开会，一直到大概凌晨2点 boss 撤了，但是叶伦义却还在定工程计划。我就一直在走廊里等着他，兜里揣了一块糖，想等他出来给他，想告诉他没事，不要不开心，你超厉害的。大概又等了1个小时，我洗漱又回到走廊，我和自己说再听一首歌，能遇到就遇到，不行就回去睡觉。我走到走廊的一端，把窗子推开了一个缝，风吹进来，清醒了不少。而此时电梯响了，我没敢回头，只能听见脚步越来越近，越来越近。我扭头看见他从我前面走过去，旁边还有他的助理和副经理。我看着他们的背影，猛吸了一口气，觉得难受得很。他不需要我这个他一点都不认识的人的安慰啊，他很好，毕竟有人陪在他身边呢，我是多余的吧。我盯着他到走廊的另一个尽头，看他打开房间的门，太远了，实在没看清，他好像偏头看了一眼我这边。我赶忙将窗户回过头，将窗户拉紧，哐当一声，我听到门关上的声音，有点想哭，赶紧深吸了一口气，回到了房间。我窝在被窝里，黑漆漆的，我却睡不着，我只是一个劲的在想，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名正言顺地站在他身边，即使只是朋友。项目组需要实地勘测，本来没在出行名单中看到叶伦义的名字。我又随 boss 的车走，没有起大早和大部队出发，在路上开了3个小时，又累又丧。然而当我们停在了一个服务区时，我同事碰了我，指了指窗外，我顺着阳光看到了叶伦义，我差点笑出声，赶紧补了口红，下车不经意地往他那里瞟，却和他的目光对个正着。他朝我走来，然后温柔地说了一句：“你们都来了呀。”我却依旧只会点点头。由于交管限制，我和2个同事换了车，叶伦义随 boss 的车一起走了，而我们还在等通关证。我心里愈发的着急了，想要立刻出发。然而时运不济的是，我们最终被遣返回驻地。回去时已经是深夜，1日舟车劳顿，我简单洗洗就睡了。然而心里却放不下叶伦义。2个小时后，我醒了过来，迷迷糊糊地发现已经凌晨1点。他们刚刚才回驻地，心里不由得心疼他，今天真的很累，山里凉，他穿的又很单薄。本以为那日会一起穿越黑暗寒凉的山洞，我一定会走在他身侧，也可以一起俯视天坑坑底，我可以站在他对面，随时能抬眼望到他的地方。然而一切成空。凌晨4点20，我满脑子想的都是叶伦义，可我却天生自卑，偶尔有单独的机会可以和他聊聊天，却也只能踌躇一下，然后闭口离开。越来越担心，突然有一天我被调离出组，离开他，再也不能像现在这样名正言顺地悄悄站在他身边。或许那一天我会有勇气要他的微信，我会说明天我要走了，加个微信吧。实地考察第2天，我和 boss 开会，他说前1天他们去看景的线路，叶伦义被折腾到脸已经没有血色了。我心中顿时心疼的不行。
终究是担心大过了自卑，于是我颤颤巍巍、嘚嘚瑟瑟、诚惶诚恐地加了叶伦义的微信，心脏狂跳，呼吸急促地等待消息。5分钟后，加上了。加了叶伦义的微信后，我就一直忐忑地和他聊着，叮嘱他无数句要注意休息。我感觉这样叨叨的自己像极了老妈子，而那时的心情却又如此矛盾，握着手机等他回复，回复后却又不知道该如何继续将对话进行下去。而善良的叶伦义在我这位陌生人突如其来的问候下，也非常礼貌地关心我。太冷了，你要多穿些，不要感冒了。虽然我告诉自己这只是普通的客气话，但是我的心脏却充满了欢愉的甘甜。第二天终于等到晚上，我再也阻止不了自己不给他发信息，于是防线溃败，码了一句关心的话发送出去，却迟迟没有收到回复。但事情的转机就出现在急丧的时候，大概2点钟，叶伦义回我2个字：收工。又气又烦，还是骂骂咧咧的拿起手机回了一句：今天有点辛苦吧。他和我说他拉肚子了，我叹了一口气，顿觉他实在可怜，发烧完又开始拉肚子。于是我奔回房间，拿了2个中药贴给他。我第一次知道他住的房间的房号，我敲门，他出来，站在门口，我把东西递给他，并在他身上大概肚脐的地方轻轻触碰了一下，告诉他应该贴在这里。说完后，我都没有理会他的寒暄，直接慌张逃窜。回去继续工作的我，已经无法平顺呼吸。那一晚，梦里都是他。某天收工后，boss 拽着我们3个小兵陪他去吃饭，而那时叶伦义正在病房输液。我有多无法拒绝 boss 的要求，就有多么迫切想要冲去医院陪着叶先生。但最终身不由己，去了饭局。觥筹交错，我把手机递给同事，让他帮忙看管，因害怕自己3心2意被旁人看穿，又害怕自己会忍不住看手机等待他的消息，最怕这样一晚上却没有他的动静。半瓶红酒大概是有了，精神上却异常清醒。酒局结束，我假装不慌不忙地去拿手机，却真的看到他有给我发的信息：我到酒店了。你放心吧，很难去形容那时候的感受，是有些欣喜，还是有些宽慰，却从未觉得他只是客气与礼尚往来。最起码他知道有人惦记他，他会回到很下面找到我的微信，然后给我打了这句话。可为时已晚，凌晨2点半，他必定是睡了，但我还是侥幸地发送你睡了吗？20分钟未有回复，我大概笃定他睡着了，或许是酒精的作用。我连续发了好多条叮嘱的微信，我理性地规避了某些情绪和字眼。我在酒精的迷醉中和自己的心意周旋着，我说了那么多话，不过是最简单的4个字而已：我喜欢你。我和叶伦义的关系好像在逐渐靠近，主要是我在向他走去。他大病初愈，我壮着胆给他发信息：你收工了吧？想吃什么？想喝汤。于是我喊他半个小时后来办公室。等餐时，我一个人站在露台抽烟，看着那些来来往往的车光，有些恍惚，我不知道该怎么形容那刻的心情。我在心里问了一个奇怪的问题：你真的喜欢叶伦义吗？我还没有回答，听到背后的脚步声，一转过头便看见他走来。我心底里有了回响，我是真的喜欢他，给他点了3碗汤，1碗白粥。他坐在我的位置上，我坐到了他对面，用支开的电脑屏幕挡住了自己。我怕我宿醉不够好看，也怕我看他的眼神泄露自己的心绪。我低头咬着水杯的吸管，同事放着电影，他在喝着汤。本来应该很宁静地过完这段时光，但我过于紧张，就会变得叨逼叨，说了太多无关痛痒、无关紧要的琐事。他有时会咯咯地笑着，有时抬头附和2句。怎么讲，就是在他面前，我失去了我的沉稳。我无意间问他的星座，他说太阳金牛，上升天秤。我细微的表情变化被他捕捉到了，于是他问我：你怎么是这个反应？我说：都是我搞不定的星座呀。他笑笑，我也没再说什么。他吃完后，我有催促他回房休息，但他并没有接话。我猜想，或许他是觉得刚吃完就走很不礼貌吧。他依旧坐着，偶尔绕着脖子，嘟囔着好累，我已经很长时间没有休息了，每天早晨起来都有辞职的冲动。我心里想着别走，嘴里说出的却是你把你的辞职信也发我一份可以吗？他离开时回头冲我笑笑，说谢谢你啊。大概12点10分，他说要回房休息了。走时他双手合十，和我还有同事说谢谢。我送他到门口，他拍了拍我的后背说谢谢你啊。我笑笑说好好休息，晚安。他关上门离开，我却窝在角落里开始自闭。我感觉到空虚和失落，我不知道接下来我要怎么办。我有一种非常不好的预感，我觉得我们只能这样。他好难靠近，或许是我真的不够好。我想拿起手机给他发消息，但最终我都还是放弃了。想了很久，终于和自己和解了。我明白，无论能走到哪种关系，我都是这段感情里最幸福的那个人。如果结局必须是遗憾和爱而不得，但中间我从他身上体会到的爱的勇敢和绚烂，那些惴惴不安的小情绪，那些焦灼的等待和错失的叹息，这些时刻的美好，早已胜过结局的唏嘘。所以我会勇敢地往前走，直到再也迈不动一步，再说结局。机遇终于算是开始奖励我了。大 boss 带我参加全组大会议，我就坐在他旁边。然而他一直在和项目统筹姐姐聊天，我似乎有些吃醋。尽管工作很认真，却总也管不住想要瞟他的眼神。会议结束后，我又被大 boss 拽去夜宵。我本想约叶伦义去吃饭的，
无奈只能悄咪咪地跟着 boss 走了，而我的手机被我落在了会议室。夜宵过后，我急匆匆地跑回会议室，生怕错过什么重要的消息。果然看到叶伦义发来的微信，是工作上的事。我简单地回了一下他，然后问我想和你聊一下，有时间吗？他回是我和你吗？我说他回好。我说你开门吧。就这样，我一个情窦初开的丫头，第一次进到了自己喜欢的男孩子的房间，但我却一点都没有感受到陌生和局促。我在椅子上坐下来，他好奇地看着我。我说你有项目计划表吗？我们来对一下吧。基本工作聊完后，我俩都打开了话匣子，聊了很多闲事。他原来是这么能说的人啊，这些是我曾都不敢想象的情景。我坐在椅子上看着他，他坐在床上看着我，聊着说着。刚刚喝了酒，醉意弥漫上头，我趴在椅子上盯着他，心里感叹哇，他可真好看啊。又过了20分钟，我觉得我再待下去似乎并不合适，于是我乐颠乐颠地回了自己的房间。路上回想起，当我一进到他的房间，他就把空调打开了，这种小细节真的让我再次怦然心动。从那天起，我们变得熟悉起来。后来连续几晚，我们都会相约深夜相见，只不过不再是他的房间，而是他那层的露台。偶尔我会穿着碎花小裙子，踩着拖鞋，他会拿着刚用完的牙具坐到我的旁边。有那么一瞬间，我以为我俩是在过日子。当我沉迷于那种幸福时，他却告诉我他要离开项目组了。我的眼泪没有被困在眼眶，我哭着离开了，心里好想对他说一句，当初我因为你而坚持下来了，你可不可以不要走？但我最终什么都没说。他似乎看透了我难过的背后是满意的对他的喜欢，为了表示他的态度，他开始对我冷淡起来。那晚我再说去找他时，他就一直以有会议在推脱，但工作关系毕竟无法直接拒绝，于是凌晨1点，他会议结束喊我去找他，我把新打印的资料和一些进度方面的问题汇总给他，他却一直在打电话，示意我将东西放到他的桌子上，然后我就尴尬地站在那里，他并没有放下手机的意思。终于5分钟后，他举着电话问我还有事吗？一瞬间，我像是受到了极大的侮辱，摇摇头，冷静地出门了。我本还希望着他会发消息和我解释下，但第2天我却没有收到任何信息。于是我们毫无征兆地陷入另一种局面里，突飞猛进和戛然而止似乎都是我的风格，只是我始终想不明白，他究竟是因为不喜欢我而拒绝，还是其他的原因。我朋友却人间清醒地提示我，拒绝就是不喜欢，别的都是借口。虽然我迅速恢复了理智的状态，但仍有几个难眠的夜晚，在酒精的作用下会发信息问他你睡了吗？他都是第2天早晨才回复一个表情或者问号。我不断说服自己没关系，支撑我在这里的是我的梦想和未来，要努力工作，要尽量不去想他，不要给他发消息。20天的冷静期后，由于我工作上的成绩突出，可以单独负责一个板块的内容，替掉了原来的负责人，和叶伦义在工作上的交集慢慢多了起来，但也仅仅只是工作。某天同事回来说，你猜我看到谁了？我心里知道是叶伦义，但我嘴上默然。谁呀？他说叶哥呀。我假装不在意，刻意不提起，已经是我安慰亦或是逃避的常态了。还有一天晚上，我从外面回酒店，远远地看见电梯在1楼即将关上，抢着跑过去，电梯门却关紧了。最后一刹，我看到叶伦义就在电梯里，又一次错过。我努力地告诉自己不在意，没关系。我曾以为我的感情虽然会来得晚一些，但是终会在我勇敢的不屈不挠的坚守下开花结果，却从未料想到是如今这种还未说出口就已胎死腹中的遗憾。际遇有时是件很搞笑的事情，就像12月10号，叶伦义主动给我发消息说真心挺不住，干不下去了。当我收到这条消息的时候，我心里真的很复杂，我不知道该以什么态度去回复他，或者干脆不回复。但他一直在我的脑子里转，我实在没法忽略，就回了消息，客客气气地讲了一些安慰的不痛不痒的话。大概结束对话时，叮嘱他要多穿些衣服。在工程现场，我们久违的重逢了，依旧满眼都是他，但我却很好地扮演了一个冷淡的朋友角色。毕竟我练习了将近1个月要怎样去控制自己的状态和情绪。晚上吃饭时，本来我坐在他旁边，他还主动帮我把羽绒服放到了柜子里，但刚过了5分钟，我就被 boss 叫到了身边，一边吃饭一边做工作讨论。尽管是办工作性质，尽管我们中间隔着 boss， 但我仍然大部分注意力都在叶伦义的身上。他安安静静地吃着饭，偶尔附和几句，有时候看着他害怕自己被别人看穿，只能马上扭头和别人说话。从那天起，我们之间慢慢回暖。大概又过了几天，我在电梯里遇见项目统筹姐姐，她说下去吃饭。我当时心力交瘁，困到不行，回屋准备洗澡睡觉，却收到了叶伦义的消息，他喊我去吃饭，而我却直接回绝了他，因为我真的太累了。可刚放下手机，就被 boss 扣过去和投资人讨论工作，所幸很快结束后，我就去了饭店。没办法，我心中还是对叶伦义无限期待。他们已经快结束了，我很自然地坐到了叶伦义的旁边，他居然也主动地为我挪了挪位置。
大家叽里呱啦的瞎聊天，他却很沉默。偶尔我们会对视，我却从他的眼神中看不到任何我想要的情绪。我常会想我们有没有可能在一起，但怎么想也觉得我在他面前像被磁场屏蔽了一样，总不是我原来的样子。大概这就是喜欢一个人吧，总是小心翼翼又盛满了全部的期待。那天叶伦毅约我一起去办公室修改大计划，上午发了微信一起下楼去便利店买早餐。我很喜欢他很自然地拿过我的东西去结账的感觉。我提前先出了便利店的门，等了一会还不见他出来，又走进去发现他在订圣诞蛋糕。但是我明明记得他之前说过，这种节日我老老实实待着就好了。无奈理智告诉我别想太多，但却总是私心觉得能一起过圣诞节。他买了蛋糕，这一切可真是太美好了。叶伦毅最近产生了一种对我图谋不轨的倾向。那天我们看到一个网络段子，说借位亲吻的事儿，他巡视一周，目光在我脸上停留了2下，而其他人只有1下。最终拍拍自己旁边刚结婚的哥们小张说，要不咱俩试一下。小张尴尬极了，拒绝了他。而我想起了前一天在办公室，他和小张之间隔了一个我，小张要帮我打印东西，却又不太懂操作，于是叶伦毅直接手臂穿过我，相当于半趴的姿势帮小张调试机器。我的心脏要跳疯了，他却云淡风轻地问我计划什么时候可以交。晚上结束工作后，我们一起收工回酒店。过马路时，我下意识地想挽着他，因为刚下过雨的台阶，我害怕滑倒。他却直接抓住了我的手臂，直到过马路后才松开。我的脸红了一路，却无比感谢夜晚的昏暗，否则我的心思将再一次被出卖。我以为我们可以循着这个节奏继续下去时，当我以为我们可以过圣诞时，他家里出了一点事，他爸爸住院了，很急，他要立刻请假回去。我好想去送他，但我在遥远的工程现场，无法赶回去，只剩下满满的送不出去的担心。3天后，他如约回来，于是我就在酒店掐点算着他降落的时间。本来想克制一下自己，不去见他，但是真的很难忍耐，甚至无心工作。于是我拽着我同事木木一起去了叶伦毅的办公室。大概过了20多分钟，木木想拉着我走，就问另一位负责人说可不可以带我走，人家说我哪能管到你们。但叶伦毅却在那边却说不能。注意这个感叹号的语气，于是木木走了，几乎所有人都走了，我还乖乖坐在办公室里陪叶伦毅，还有他新来的助理。助理在工作，叶伦毅坐到我的旁边，和我聊起了他的建筑梦想，说这部分是不是可以融到下部分的设计稿中。但我的脑袋当时不够用，我就低下头。他却说反正明天你在。我说我在我自己的办公室，他却抬头看着我，认真地说你必须过来哦。我想我应该很好地隐藏了自己嘴角的笑吧。下班后，我和叶伦毅一起，还有他助理女孩一起关了办公室的门，回酒店休息。路上，他助理就一直说想跨年时一起去看《地球最后的夜晚》。我说我要等4号去看大黄蜂。叶伦毅就歪头问我大黄蜂。我特别可爱活泼地说对呀，就是英雄机器人和小女孩之间的故事。他笑着看着我说了一声哦。我竟然有一种打败了竞争对手的快感。叶伦毅的助理先走了，我们2个一起上电梯。他对我说有时间就请你去看电影吧。我笑了，然后说有时间这3个字也太不靠谱了吧。他也笑了说那怎么办啊，我们也不一定什么时候都有时间。我也笑着，电梯好快，我先下了电梯和他说晚安，其实很想抱抱他，但我没有。我出了电梯就回头看着他，他也看着我。他心里一定在想这个小丫头喜欢我也太明显了吧。电梯关上的时候我就在想我为什么不冲进去抱一下他就跑，下次分开我一定要冲过去抱一下他赶紧跑，哈哈哈。由于叶伦毅和我们最近觉得表里表气的一个女孩走得很近，甚至前一天还把我的位置挪给了她，于是我生气了，是真的生了一天的气，睡醒还是觉得很委屈。于是我就到自己的办公室，没有去他那，可是大群里看到他们办公室失火冒烟了，于是我不失风度的快速穿过马路去往他们的办公室，结果是楼上电器烧坏。当我走进他的办公室时，他笑了，然后问我怎么了，怕我烧死，我还在气头上，于是说巴不得呢，我都不知道自己会气到什么时候。结果晚上开会的时候，我坐到了他的对面，而某表又坐到了他的旁边，但我内心毫无波澜，心想着你爱和谁坐和谁坐。但中间放参考样式，我就拿着电脑站到了靠外的位置。boss 占了叶伦毅的座位，他只能坐在外面。慢慢的我就忘了我还在生气，我忘了我昨天说我不会再坐到他身边。我当时拿着电脑，他坐在椅子上，我就把电脑撑在他的靠背上，直到快结束时，我才意识到我在和他生气。后来他经理间接了电话，我站在门口，突然我感觉耳朵靠脖子的地方传来一阵带着烟味的暖呼吸，我猛地一回头，看到他就靠在我的身后，他拍拍我说没事别怕，我就看看他们在说啥。我倒不是怕，我就是有点害羞。那天我们会议结束准备离开时已经凌晨3点了，我出门等我木木，叶伦毅就站在我前面看着我，我看了他一眼，他笑着走过来，单手揽了下我的肩膀，并拍了拍我说早点休息吧。我就顺势把头靠在了他的手腕上，只一瞬间我就抬了起来，他有些诧异。我似乎觉得我们现在的距离刚刚好，
可能还会往前走，但也有可能止步不前，只是朋友。可我几乎学会了享受和他的一切，无论是以什么身份。跨年夜时，我一天没吃饭，低血糖，晚上直接喝了酒，胃特别难受，吐了。叶伦义和小张先去 KTV 占了座，我们招呼完 boss 就飞奔去 KTV。我在群里喊，我说我要和叶伦义一起跨年。我觉得我还是存在理智的。后面我补充了我要和小张、木木一起跨年。距离0点还差3分钟的时候，我终于和叶伦义会合了。但那时候我极其难受，又想吐又晕。他坐在我对面唱歌，我望着他，心里生出无限柔情。可我的身体却很难受，于是冲出包间，整理完自己后想回去，却忘记了房间号。于是在群里问叶伦义，回了我一句哈哈哈，我心里暗骂别哈了，快告诉我房间号。结果我一拐弯，就看到他朝我走来，酒精开始起作用了。我喊着他的名字跑过去，从背后抱了一下他，他真的好瘦啊，我就抱了一下。我松开手，一起推门进到房间。我一直都笃定我们会在一起，但需要一个恰好的时间点。我是一个情绪波动极大的人，耐心很容易被耗尽，从而变得又丧又逃避。过了几天亢奋与激进的日子，我和叶伦义还是毫无进展。于是又过了2天，我想消失一下，可还是放心不下他。早晨起来给叶伦义发了微信，问他牙还痛吗？随后就收拾行李朝新的驻地去了。一直都没收到他的回复，心里更失落。想想也好，就当整理自己一下。结果下午3点多他就开始找我核对工作的事，本来口气很冷淡，谁让你不回我信息？结果一听他还要往这里折腾，路上就要花3个小时，又开始心疼起来。叶伦义最终还是不声不响地来到了新的驻地酒店，他一直说牙痛，又把书包放回房间。我们一起离开小张房间的时候，我就说走，我和你回房间，看着你把药吃了。我把药从他的包里拿出来，给他烧了热水，兑了些凉的变温水，看着他把药吃了。于是我就走了。我回房间洗澡出来时，看到他给我的微信，他说他没带充电器，我考虑要不要给他送上去。他发消息说在你门外。于是我顶着一张素颜和湿漉漉的头发，开门给他递充电线，而他把他的杯子塞到我手里说姜茶喝点，别着凉了。我呆呆地点点头，然后一晚上辗转难眠。他是心动了吧？第2天在工程现场，叶伦义吃完饭扔给我一个橙子。我开始不客气地撒娇，我说你倒是扒完再给我呀。叶伦义屌屌地说，我哪有时间管你呀，都要忙死了。我笑了笑，骂了一句渣男。他笑着看我说，怎么了，想和渣男扯上关系吗？我脸红，大可不必。项目组里已经在盛传我喜欢叶伦义了，而叶伦义似乎也听说了。他发消息和我说，我最近听说了一个八卦。我问什么八卦，但我心知肚明，还能有什么？当然是我喜欢他。全世界的人都知道，他也知道，却还在装。他很久没回，凌晨时他和我说没八卦的事，我放在心里了。我说那我也不说，就做好朋友。可是你甘心吗？我不甘心。终于在项目组熬到身心俱疲，下班时意识已经朦胧了。过马路时，叶伦义等在路边，我看了看车来的方向，感觉车流还很遥远，就直冲冲地想过马路。他突然从后面拽住我的帽子，一直把我向后拖去，对，就是拖着。然后他说摩托车。我反应过来时，摩托车队从我的眼前骑了过去。第2晚陪老板吃饭宿醉，叶伦义早上10点先给我发消息，又在群里找我，最后给我打语音，把我弄醒了。他一开始气腾腾地说还在睡觉啊。我刚开枪，声音朦胧，我说他扑哧一下就笑了。叶伦义这个人最近真的变得好不一样，完了，他动心了。突然，叶伦义的爸爸病危了，他需要立刻从项目组离职，交接工作3天，是我和他最后的3天。我在掩埋悲伤，尽全力去享受和他在一起的最后的每分每秒。最后1天时，叶伦义早上9点出工，一直在房间里磨磨蹭蹭。我敲他的门，问他东西都收拾好了吗？他点点头。我说这些东西我帮你寄回去，你快走吧，我晚点去现场。他站在我对面，就那么看着我，我快要哭了出来。为什么我们之间的机缘总是如此不对？为了掩饰我即将出现的眼泪，我推着他往外走，他却回头伸出一只手揉了揉我的头。我帮叶伦义收拾好东西，出门去退房。酒店正好放着新不了情的旋律，我心想还真是应景啊，总有种想哭的腔调在我的情绪里，但是却总也哭不出来。我用酒店简陋的纸张擦了又写，有很多话想说，却觉得啰嗦，总也写不清楚。最后我这样写道：“To叶，希望你能从容地接受一切的到来，无论未来发生什么。你要知道，我永远都会在你的身边，给予我能给予的最大帮助。谢谢你，我们来日方长。”我把字条写好，塞到他的洗漱包里。我想他可能2、3天后才会看到，那时候他已经走了。我只是不得不感慨机缘这件事，我们之间有太多的欲言又止，留恋不舍。但是若缘分只能到这里，感激我们曾相遇，往后余生，彼此都是最重要的朋友。叶伦义离开后的1周，他的父亲就去世了。我很想冲到他身旁，我不敢想象这个世界上只剩下他一个人了，他是如何孤独的感受。
但是我没有，反而是他的前女友，现在是他的合作伙伴，也是他的好朋友，帮他料理了所有的后事。我有时在想，我都不够深爱他，起码我无法像他一样，在任何事和他之间都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叶伦义。但我仍旧每天都会给他发消息，安慰他，陪伴他。那种联系随着时间的拉长也越来越淡薄，直至我再也不期待他的头像会出现在对话框中。而项目组的工作进行到中段的进度，为了忘记没有二的痛苦，我将自己全部都投入进工作当中。有些感情总是可以被忘却的，时间可以取代感觉，人也会被在心底吞没。我以为我忘了他，我以为我过得很好。可是2个月后的某一天，项目组的同事和他视频，他喊我过去，我不痛不痒地和他聊几句天，眼睛一直在闪躲，但我却好想看着他，看看他最近好不好。从那次视频后，叶伦义那些天就找我找的视频，我努力说服自己不要多想，但是心还是扑通通的跳，特别没有出息，也特别没有安全感。真的，好不容易从过完年过来后，我努力收拾了自己的心情，我把全部精力和热情都投入到工作当中去。他后来有回项目组探班，但我都躲着他走，我不想重蹈覆辙，我也看不得他和我朋友假装嬉笑的快乐。躲着躲着，我以为自己淡了，但是只要叶伦义一出现，微信也好，哪怕是别人的嘴中，我都会咯噔一下。原来喜欢一个人，就是无论和自己说过多少遍放下，但只要他一出现在你面前，对你笑脸盈盈，就会忍不住心动，然后靠近。我真是一败涂地呀！我特别想骂我自己，我知道我们之间不可能有什么，但就是这颗心啊，怎么能让它静静就这样在无数的挣扎中度过了项目后期。在项目即将结束的前一天晚上，答谢宴上，我喝得大醉，却不忘一定要给他打个电话，告诉他我坚持到结束了，他想要的设计我帮他坚持到了。他在电话里说谢谢你，我突然觉得够了，足够了。然后在西北小城的马路上，我对着电话里的他说，虽然我一直都告诉你我喜欢你，但还从来没有正式和你表过白。今天结束了，我还是有点仪式感的正式说一下，叶伦义，我喜欢你。不记得他回什么了，大概就是呀，我知道了之类的水话。挂断后，我还在街边看着马路发呆，心里很平静，那种感觉就像做了一件早就应该做的事后的平静，没有期待什么结果，没有意外，只是很安静的，以为那是个 ending。2天后深夜，正式走完了所有项目流程，工作人员在楼顶吃吃喝喝笑笑闹闹，楼下的院子里烤着篝火。我既不愿意去推杯换盏的应酬，也不想去凑火的热闹，于是一个人留在桥上，也是安静的。直到小张上来，我让他帮我拍了一张照片，然后发给了叶伦义，配文真的结束了。但没有等到回复，那张照片上是我自己定制的印花，海边的曼彻斯特的剧照。第2天醒来，我翻看微信，没有回复，心里就像剧照中冷的海边一样寂寞而平淡。我以为真的迎来了 ending。又过了1天，留下的最后一波人散伙饭，我喝得烂醉如泥，吐了一堆脏东西，当着剩下摇摇晃晃的面大哭了一场。起初因为呕吐而难受，哭着哭着就真的被心底的悲伤淹没了。我嘴里不停念叨着，帮我告诉叶伟伦，我坚持到最后了。心底没说的话是，后来我真的寂寞而孤单。但是我说过呀，如果我们其中没有人走到最后，那就真的太遗憾了。我做到了呀，可是你却听不到。那天晚上我只到房间，抱着马桶哭。兔子副经理发微信给我，他说别哭了，会过去。我把手机扔在一边，回床上直接晕了过去。会过去吗？他在我心里怎么会过去？发生过就会留下痕迹。第2天，宿醉的我送走 boss 和一干人，疲惫却睡不着。收到叶伦义的微信，恭喜。他说，听说你哭了，但你不是说哭了会给我打电话吗？傻瓜，和你哭有什么用呢？你不在乎我的眼泪，我更难受。你心疼我的话，我真不舍得你为我难过。叶伦义突然问我几点的飞机，我凌晨1点落地。叶伦义，有人接你吗？当我看到他的这条信息时，心里咯噔一声，心跳也随之加快。我回他，没有。叶伦义，我去接你吧。我把手机扔到床上，深呼吸了一口气，然后我按住了心里的小鹿，然后回他，不用了，我想一个人。而我真正的算盘是连续熬夜，水肿加脸塌，人也没情绪。我绝对不会让叶伦义见到这样的我。可我落地时，他立刻打来，一本正经地问我明天什么时候醒。我很奇怪，睡到自然醒吧。他就开始霸道起来，9点起吧，我过去找你。叶伦义，明天我家停电，你陪我去蹭空调。我真的很想拒绝他，嘴上却说好啊。第2天，叶伦义开车到我家楼下，他下车朝我笑了笑，然后又摸了摸我的头，为我打开车门，给我系了安全带。在咖啡馆时，他偶遇了一位合作伙伴，于是2人开始聊天。我知趣的自己逛街，把今年欠他的生日礼物补给了他，是一只陶瓷麋鹿，上面绘的是莫奈的作品。从商场出来，叶伦义送我回家取了东西，又大发慈悲地带我去了东坝。一路下雨，安安静静，我放着我愿意，爱情有什么道理，雨夜曼彻斯特，这3首都是我选择播放的。快要到目的地，随机播放出了陪你度过漫长岁月。
我说听完这首歌，我在下车，终于分别，和老友经过9个月又见到，说说笑笑，互相道好，每一杯酒，每一口菜，心里都回着叶伦义给的甜。饭局结束，他发消息问我醉了吗？我其实还好，真的没有那么夸张，但我还是说他说我过来找你吧，我说太晚了，不想你开夜车，不用过来了。他说你回家洗漱，等我。我本可以拒绝，我甚至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，在他这一系列动机后隐藏的让我不安的东西，但我没有对他渴望，对我们渴望。于是7月5号晚上雨夜，我在醉酒回家的路上，叶伦义在奔向我的路上，我嘴上3番5次问他你什么时候哄我睡觉，第一次在项目组，他回家在广州，问我你这孩子别瞎说话。第2次他在北京落了住处，他说你去和另一间屋子睡去。第3次是我在喝酒，他表情回答我你要控制你自己。第4次是5号晚上，他在我的屋子我的床上说我来陪你睡觉了，我要的真的只是字面上的意思，一起入眠就好。关了灯，吹了蜡烛，我困死了，可以马上睡过去。叶伦义突然侧向我说，作为一个陪睡者，我还是专业一点吧。他搂住我，我僵硬了，心里想的是他咋了？他要干嘛？但是他好暖，好好抱，我没有见识，大概是这辈子第一次见到比我自己还好抱的人。他说你还没有正式和我表过白。他说杀青那天不是打电话说了吗？他说没有当面说啊。我沉默，心乱到不敢说话。我在漆黑的房间躺在床上，望着看不见的天花板。叶伦义，我喜欢你。叶伦义轻描淡写，我也喜欢你。我心里说，我知道。再后来，他的呼吸在我的脖间，他说好熟悉的香味。紧接着，他颈间淡淡的香味也混在一起。他的舌尖很甜，唇特别软，他很轻，他的声音很温柔。我小声地问，我需要做什么吗？他说什么都不用做。最后的最后，我抱紧了他，我轻声喊了3声叶伦义。我倒在他的怀里，直到天亮。叶伦义醒来第一件事就问我昨晚发现你之前真心话说的是假的呀，你从来都没有过男朋友。我恍然，他离开项目组前，我们的好友组织了一次真心话大冒险，其中一些问题涉及我的感情，我的回答都是有过，做过。但我当天在微博写了一条，能说出来的都不是真话。我没有过男朋友，没有过床子之欢，初吻给了你，第一次给了你，可能你会是这辈子唯一的一个。我能奉献给你什么呢？热情、爱意，我的还剩什么？如果你需要，都请拿走吧。我还剩一些理智，如果可以，也拿走吧。